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分享非典型美国德州烧烤。这次准备的菜品是烟熏牛胸肉和牛小排。我邀请了朋友周日中午来聚餐，所以肉是周六早上开始准备的。先生炭火，讲究一点的可以买专门生炭火用的类似蜡烛的东西，会比较快。我是没准备这些东西，所以就用喷枪把4块机制炭的末端烧一下，然后点着的部分翻到下面去，上面再叠一些炭。在等炭火起来的时间，就可以做其他的准备工作了。这次牛胸肉还是在 Costco 买的，极佳级别的没买到，就买了这块20磅整的特选级别的。去掉包装袋之后，开始剔肥肉。这块菜板是专门切生的。这块肉脂肪厚的部分原本就有2个切口，估计是分割肉的时候用来检查剩余肥肉厚度的。这正好对我们剔肥肉有帮助，可以从切口的部分估计剩下的肥肉有多厚。这里说一下，我的整个制作过程基本上都是从 Aaron Franklin 的视频里面学的。他在德州奥斯汀开了一家名气很大的美式烧烤的餐馆。他剔肥肉的标准是留下1/4寸左右，也就是5到6毫米这个范围。这里再补一句，剔肉的刀一定要快，尤其是切肥肉、筋膜这种韧性很好的部位，刀越快，主手用的力就越小，也就越不容易切到副手。剔差不多就转过来，先把这些松散的肥肉去掉。然后把上下2层肉中间的肥肉挖掉一点，这里面夹着的肥肉还挺多的，没有必要都留着。然后稍微修一下特别突出的边角，翻过来把这块肥肉也挖掉一些。烧烤炉里的篦子拿出来比一下，把放不下的地方切掉。这次来的人不算少，大小2块都要做了。我的黄芥末酱用完了，所以我涂了一点橄榄油代替，抹一点水上去也行。这里用什么其实关系不是很大，主要是有一点液体，让后面的干料能粘住就行了。上下分层这里的里面也抹一点，小块的用同样方法。然后撒大颗粒的盐，我用的是犹太盐，大颗粒的比较容易目测盐放了多少。太细的盐撒上去可能马上就融了。接下来撒粗磨的黑胡椒，讲究一点的也可以现磨，应该会更香一点。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覆盖率。这时候炭火应该也生好了，倒进燃烧室这边，关上门，别把热量浪费了。烧一壶开水，这个烧烤炉底部有个专门放盆的地方，开水都倒进去。放水的目的是防止肉被烤干，然后肉就可以放到烧烤炉里了。接下来装一桶颗粒燃料，用来提供烟。我用的是珊瑚桃的颗粒燃料。用喷枪小火把开口这边点着，然后让它烧个1分钟左右，再把明火吹灭。这样颗粒燃料会用缓慢的方式燃烧，主要靠它释放烟来熏肉，而之前点的炭是主要的热量来源。典型的德州烧烤一般都是全烧木头，或者自己把木头烧成炭，再和木头混着烧。这样的方法需要有人专门看着火，对于我来说时间成本太高了，所以我用机制炭和颗粒燃料结合，燃烧速度很稳定，比较好控制。人走开之前再加点炭进去。这个栅栏门就是烧烤炉的进风口，左边箱体里的热气上升，再借助烟囱效应造成左边箱体是负压，空气就会从进风口被吸进来，被炭火加热，携带着烟进入左边箱体。热传导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。一般来说，牛胸肉需要的时间更长，所以之前先准备了牛胸肉。接下来到牛小排，依然是 Costco 买的，而且是极佳级别的。
刀不快或者眼前架个相机，就是这个结果。抹油就不重复放了，撒大颗粒的盐和大颗粒的黑胡椒，大概是这个覆盖比例。边角也覆盖一下，送进烧烤炉。接下来做一点外围的工作，喷壶里倒一点苹果醋，然后用水稀释一下备用。这个喷壶还是挺好用的。之前剔下来的肥肉，这里切成小块，方便以后烤油。20磅整的牛胸肉，剔下来1814克的肥肉，也就是几乎4磅，所以送进炉子里的肉就只有16磅。肥肉装袋，封一半口，把空气压出来，然后封死。写上日期和来源，方便以后鉴别。先放进去的肉的颜色更接近玫红，而后放进去的牛小排更偏肉本身的红色。接下来就是每隔45分钟左右，打开门往里喷稀释的苹果醋，进一步防止肉变干。熏了3-4个小时之后，把篦子转个方向，防止炉子里不同位置烟和热量不均匀。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时常加炭。1桶颗粒燃料大概就能缓慢燃烧4到6个小时。补燃料进去就不能用手拿着了，烫的。架在生炭火这个桶子里，纸板做个简单的漏斗就能轻松装满了，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浪费。同样方法再操作一次。熏牛胸肉我基本上都会用到2桶颗粒燃料。有时候炭离得太近，或者明火没完全吹灭，1桶燃料也用不了多久就烧完了。所以为了省料，一定要确保没有明火了再离开。这个烧烤炉上集成了一个温度计，烟熏这个过程最好保持在250华氏或者125摄氏这个温度上下。又过了大概2轮喷雾之后，肉的颜色已经很好了。换方向之前应该是把肉顶在内壁上，黑了一块，等会儿切掉。先把上下层的关系换一下，顺便再检查一下温度，补炭。除了指针的温度计，我还准备了无线的电子温度计，信号传输的盒子留在烧烤炉外边，这样我人在屋子里也能监测温度。这个阶段的目标温度是165华氏或者74摄氏度。手机程序里选什么肉其实不重要，目标温度对就行了。肉内部达到这个温度之后就可以裹起来了，这样方便肉的内部温度继续上升，同时减少一些水分的损失。烤箱预热250华氏或者125摄氏度，温度计都拔出来，把之前蹭黑的那块切掉，然后裹锡纸。很多美式烧烤的餐馆都使用一种专门裹肉的厚纸，包括 Aaron Franklin， 他也做过对比测试，锡纸包的肉会稍微快一点好，肉软一点。完全包起来之前，我把剩余的苹果醋水也倒进去了。如果你准备的用完了，加点水也行。对于这么大一块肉来说，水分是最重要的，添点醋关系不大。放烤盘里，方便后面操作。把温度计插在肉最后的部分。小块的牛胸肉和牛小排也是一样的操作。进烤箱等温度上来。手机程序上我之前就存了一个预设，203华氏或者95摄氏度。讲究一点的话，温度快到了就拿出来捏扭，靠手感判断。我没这个经验，就凭肉内部的温度来判断。这一步是整个过程里最轻松的，等就行了。程序提醒温度到了，就把对应的肉拿出来，放到保温箱里至少1个小时以上，让肉缓慢降温。我一般到这一步就
睡觉去了。转天到了周日，我早上还做了一款美式烧烤酱和杂粮面包。篇幅的限制，单独做2个视频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在人来之前1个半小时预热烤箱，目标温度回到165华氏或74摄氏度。厚的肉可以先半个小时左右进烤箱。这就是面包机的劳动成果，做了10来次了，就失误了1次。牛小排先摆出来勾引一下食欲和要拍照的手机。小块的牛胸肉锡纸裹晚了，肉稍微有点干了，切的时候能感觉得出来。不过我能怪这块肉太瘦吗？牛小排膜这一侧用刀划一下，骨头就拿出来了，然后切麻酱大的块，一口一块吃起来才过瘾。大块的牛胸肉第一刀下去就知道这个材质是没问题的，肉切开肉香也就出来了，不用尝都知道味道也没问题。到双层肉这一侧最好转个方向再切，这样切片的口感更好。从生炭火到肉切片，去掉睡觉的时间大概是20到22个小时，消耗的时间和体力，忍耐的烟熏和火燎，在看到朋友们脸上表情的这一刻，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。我只想分享一下制作的过程，所以也就不给大家看怎么吃了。感谢各位观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订阅点赞吧。